南都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是谁给予到警方线索，把大家都救出来的？当然是潘生了。哦，那你全程都在拍。哎，对，没错，全程都在拍。哎，没错，这是最后的这个好题。没错。我这个答案您给多少分？100分吧。我第一次对这个电信诈骗这个事情有感知，是因为演《扫黑风暴》的时候，0号那个角色，因为我去到这个刑警支队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跟我讲，他说其实现在让他们最头疼的就是电信诈骗网络犯罪。他说这个是不好抓的，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境外的势力以及境外的这些地域的时候，他们在执法过程中还是挺有难度的，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专门的网络安全就是这个搞这个网络安全的部门。扫黑应该是在孤注一掷的前后吧，那个前后我就知道说，哇，原来这个事情这么这个犯罪这么猖獗才感受到我之后，那这个东西这个电影很有意义啊。昨天看那个见面会的时候说你也去那个跟网络安全顾问学习，就有没有在之前进行更加深的？当然，因为要演这个片嘛，首先导演给了我1个 T 的资料，让我去做这种资料的了解以及人物的支撑，然后是有原型的。我表演的这个潘生他是有一个原型的，这个原型现在也是我的朋友，昨天他也在现场观影。我后来看到他了以后，也是经历过这个，还是说？不，他就是程序员的那个形象，所以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跟他打招呼，他说太棒了，他说他一看就知道我是从他身上找到的影子去挖掘的一些东西嘛，然后他觉得太棒了，我也挺开心。很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一些视频，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就是你们看到的我表演出来的潘生，一定是柔道里面，就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这样的惩罚方式，就是那种压迫感其实是非常强的。片场的时候就非常专注嘛，不管是在做什么，我觉得只要你专注的话，它一定有个专注的结果。你在拍的过程中间也好，或者是你在表演的过程中间也好，你会更能够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体会那个角色所体会的信念感。因为我遇到了 Baby 嘛，传君哥，然后我遇到了这个金城老师，包括导演给了非常明确的方向，然后你会看到包括孙杨哥，包括艺兴老师，就他们的所有的，他会因为对手演员他们优秀也会给我很大帮助嘛，因为毕竟我不是专业演员，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演员嘛，然后因为一直得到哥哥们的帮助，让我有机会去出演这样的作品，然后到第一次自己来串整个线，所以我吸收到了很多，特别是拍完了以后，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演，他们的表达，在我这儿还记忆犹新。我昨天就很多人说这个Baby 的那个演技是什么不像演的嘛，对吧？是吧？我就说了嘛，我说那人家是表演没有痕迹嘛，我说这是确实是表演的最高境界。还有，其实那些美术老师他们做的那个 set 也真的是做得很好，氛围感、压抑感，他把氛围渲染到极致的时候，其实也会给到观众一种感受，就是哇，我真的在这里面。反正我是通过这个电影的拍摄，然后慢慢的总结了很多。我这个人比较善于总结嘛。那你是那种，比如说拍的过程中，你刚才提到氛围上面已经拉满了，就是会完全沉浸于潘生，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觉得已经忘记表演？其实我在那个角色，只要说321 action 的时候，那就所有的就是潘生经历的遭遇的一切，压力很大的。其实这个角色，我不知道，我记得我有看一本书上面讲到一个说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有行为心理学吧，好像是，
当你可以同步跟一个人慢慢模仿这个人的时候，你慢慢能够体会到这个人的这种心理的一些运动，你慢慢能够去通过他的这个肢体的表达，能够理解到他现在的所思所想。就是压力太大了，在那个地方，我在想，当我看到那些还在国外没能回来的那些程序员们，包括那些纪录片里面讲到的那些各种这种他们的经历，你知道那一刻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是极其压抑的，非常压抑。所以我需要一个发泄的途径，压力太大了。因为你在那，你也是基本上每天不是被拍就是被砸什么的，然后你还得工作啊什么，啪。再一个，你像导演说什么几百号人里面，什么散发着什么油汗味的那种地方，其实挺压抑的那个地方。对，太压抑了。到了现场，你到了那个氛围你就知道了。小新也好，攀升也好，我现实主义题材最难的是要，取材于生活嘛。但是我这个人呢，生活又不多，所以这个体验生活就变得尤为重要。包括好的导演跟演员的帮助。所以，于我来说，最开心的事情也是在此，就是通过要饰演这样的角色，去了解，程序员的生活。去了解这个汽修工人的生活，去了解警察的生活刑警的生活。这样的话，我能够看到、模仿，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自己跟人物的链接、跟人物的背景的设定，能够把这个人物完完全全设置出来。然后攀升这个角色，可能我设置的就更多的是向着正义、向阳而生。所以我非常喜欢的是，当我走出来的那一刻。当太阳照射在我的眼睛，照射着我的眼睛，我都不敢相信我能走出来。包括我看着飞机从我头上飞过的时候，我在想，我能不能逃出这个牢笼啊？其实有很多，我们有很多想法，就我有很多想法在这个角色，包括当我在看到安娜出去了，我觉得我做到了，我救了她。我很开心的笑。我知道，就是邪不压正，我永远向往正义，而这个向往对正义的向往，也是攀升这个人物角色的一个棱角。我觉得导演还是挺好的，他给到我发挥跟创造的空间，我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进行一些角色的创作。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影视作品里面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其实可以创作的，而不是说本子过来了以后你就只能按照本子来。这确实是我发现的魅力，这很有魅力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这个设计也来源于我的经历嘛，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演0号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故事，以及做这个程序员，你像那些网络安全顾问，我的那个朋友，那个原型，我的这个人物的另一个原型，我跟他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非常有正义感，他非常有大爱，非常有大爱。虽然他有很多技巧，他有很多技术，他可以做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事情，但他有这种大爱，这种大爱被我感受到了，我觉得特别 respect 这些网络安全顾问。所以最后就融为了攀升最后的那一部的表演。对，我其实更加希望，首先希望那些还在国外的老师们能够赶快回家，安全的回家。然后还有的就是希望我的这个原型的这个 IT 男的老师能满意吗？这个其实还好，主要是因为美术置景，他们把那个场景我说做得非常有压迫感嘛，所以现场你只要待在现场，这个情绪很容易就融进去了。而且你很多杂念的时候，只要说好准备 rolling and， 只要那个 and 出来了以后没了，就真的很神奇的事情。rolling， 甚至有时候说 rolling 的时候就已经进去了，就进去出来。
然后虽然道具什么都得到了保护，但是人打、人敲、人锤都是真实的演，而且一条不行就两条，两条不行3条，就是为了就是要给大家看到，因为真实的案例有过之而无不及嘛，对吗？那你这一点算什么呢？如果砸我的头多砸几下，砸出真实感，让你们怕了，不会去上当受骗了，那再砸5下又怎么样呢？真的拍呀，但没办法，一定要真拍，因为真的我说的真实案例比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相还不是，我觉得他不是鲁莽，因为不是鲁莽，他是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感，就是这是我出演这个也电影的意义，不是吗？你要把我打在地上，你要把我趴在地上摩擦也好，怎么样也好，这才是我出演这个电影的意义啊。对，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你们看到我这个样觉得很可怜，没法看，腿断了什么的，那就尽量不要再被骗了嘛，不听不看不点击嘛，下载国家反诈 APP 啊。国家反诈 APP 是一个，还有一个。还下一个全民反诈哦。现在你这个反诈意识比我还做的还要好。其实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感受到反诈工作的迫在眉睫，以及难度，以及提高反诈的意识。没有，不敢说心得吧，只能说下次作品见。在角色人物塑造过程中间，他会通过更多的生活以及感知。有一天我去一个大街上去观察所有的人，我就发现街上的人形形色色。就是他这个想法起源来自于看到张颂文老师的一个采访还是一个什么，我也去到那个广场上去观察人家，然后我去观察看大家怎么生活的，比方说喝咖啡的人，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在这里路过的人他们在干什么，在游乐园玩的人在干什么，有小孩在干什么，等车的人在干什么，我去观察，就去把这些我没有的这些生活的这些不知道，我应该说是元素吧，这些元素我去通过看别人我去吸收进来，我去模仿他们。未来如果有这样的角色，我就可以在我的元素库里面我会拿出来用。对，就经常会做这种事，以前不做的，你现在做，就是经常去观察。太多了，我喜欢看杂书看很多，因为这种东西它是用理论化的东西嘛，理论化的东西就比较循规蹈矩嘛，然后它是有一个 circle 的，但是你在用这个 circle 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跟你在实践过程中会发现，其实这个 circle 并不像书里说的那么的死，它这个 circle 里面会跳出一个小 circle，你去每一个小 circle 都去观察。